西死后，才得知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一本名为《末世假千金是万人迷》的小说，而他是书中的炮灰真千金。小千金闯祸，他挨刀；假千金遇险，他拼命。假千金哭2声，4个渣哥就抢了他的医保。最后，他被榨干价值，遗弃在血魔巢中，死无全尸。可能是上天见他死得太惨，他居然重生了。现在是什么时间？苏西打量4周，终于确定他重生在了末世爆发后的第3个月。这时间点是认真的吗？别人都是重生回末世前好抢占先机，囤积物资，我这是捡黄花菜吗？对了，苏西顺着货架走到底，从最里端的杂物架下方拉出一个纸箱。苏西心中警铃大响，前世就是他捡医宝时被叶心柔撞到，叫来几个渣哥，连抢带哄夺了这医宝。这一次他提前1天，居然还能被叶心柔撞见。姐姐，你捡到医宝了，我去喊哥哥们来。妈，大哥，快来，姐姐捡到医宝了。苏西没有去拦。巴啦啦能量，乌卡拉卡，小魔仙变身。恭喜你成功吸收一宝巴啦啦小魔仙魔法棒中的能量，获得百变无敌技能。催动技能，你便能变身为周身3米内任何一个未被污染的生物。完成变身任务，可获得永久变身能力，还能获得所变生物的天赋能力。消化完这些信息，苏西双眼亮得吓人。这个技能上限有多高，未来有多恐怖，不言而喻。如今他已成功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完全没必要再留下。姐姐，你要去哪儿？妈，大哥，心柔没骗你们，姐姐真的捡到医宝了，就在她背包里。苏西，心柔说的是真的，拿出来看看。不行。见苏西拒绝，几人眼神都带了不满。姐姐真的好幸运，相比之下，心柔真是羞愧，刀都提不动，只能给妈和哥哥们拖后腿。你可是妈妈的小棉袄，怎么会是拖累呢？苏西，你是姐姐，要懂得让着妹妹。这个医宝先给她用，快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心柔从小娇养着长大，没点自保能力，这个医宝就先给心柔吧。确实，这样我们也能放心。大哥叶明川没说话，但那冰冷的眼神表明了态度。哼，你也知道自己老拖后腿啊，都末世3个月了，还连衣裙配高跟鞋，你是想害死谁吧？妈，哥哥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想害任何人。你这一鞭子要是抽实了，苏西不死也得死。老三，住手！哼，为了抢我的医宝给养女，你们是真下得了手。从今天起，我苏西和你们叶家断绝关系，从此大道朝天，互不相干。说完，苏西翻身从窗口一跃而下。哥，快拦着姐姐，她带着医宝出去，很容易被人盯上的。苏西，只要你现在回来认错，我们就还认你这个妹妹。狗屎！是精神系攻击，渣老大出手了。果然，叶明川站在商场2楼的窗口，正一脸黑沉地看着他，身旁是叶家众人，皆脸色不善。缓了一会，苏西忍着头晕恶心，吃下一片面包，又掏出水喝了几口，然后强迫自己入睡。只有休息好、恢复好，才能有精力独自应对这残酷末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瘆人的嘶吼划破死寂的夜晚，一对男女正被几只红魔紧追不放，眼看就要被追上，男人突然一把拽过女人冲出去。这就是末世，你永远不会知道那致命一击会来自何方，出自谁手。很快，女人被血魔啃噬的只剩下一堆白骨，旁边被鲜血染红的双肩包里鼓鼓囊囊的，目测装了不少东西。苏西悄然冲到马路中间，拉起双肩包，打算快速返回。怎么样，发现可疑人员了吗？四周我探查过，没见到人。我们查了3栋楼，发现有一栋内有脚印，顺着摸查，那人很可能翻墙离开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从这小区出来？没有，我们一直守着大门，没见到有人出来。这么多人，外加异能者，就为了一背包物资？走！一切恢复静寂。苏西立马从树上下来，顺着围墙向前狂奔。他记得前方拐弯处有一个下水道，之前末世爆发没几天，叶心柔曾路过此地，差点被一只异变老鼠咬到。几个渣哥便将那异变老鼠连带下水道里的生物全部斩杀。线下倒是帮了他，下水道四通八达，可能是他现在脱身的唯一办法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被打得满身是血，惊恐的不停磕头求饶。我真的没有捡什么背包，我这2天一直都没出过门。其余几人很快将整个房间搜查一遍，那人摇头，没有，既无用，那就杀了，继续找，掘地3尺也要给我找出来。这只男人连求饶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就被冻成了冰雕。小区内一个个火球砸下，周围的绿植烧成一片火海。苏西之前藏身的大树被一个足球大的火球砸中，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你去看看四周有没有下水道什么的，进去看看。此时，苏西瞪着眼前这道墙，想打人。
前路被堵，后路追兵，难不成天要亡我？突然，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黑色小蚂蚁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蚂蚁3个小时，时间到便会结束变身。日后此类生物将被剔除可选行列。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任务：以蚂蚁之身存活24小时，移动比自己重的物资，行走1万步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蚂蚁的能力，同时获得升华版的蚂蚁天赋万象之力。请进行选择。真是绝境逢生啊！苏西当即便决定进行变身，又突然想到，为何那些人如此紧追不舍一个背包？不行，先把背包搜查一遍再说。很快，一根镶绿宝石的楠木簪显露出来，还真有一宝，还是空间系的。前世魂飘的那6个月，他见过不少人激活异宝的场面，这古风楠木簪就是其中之一。这里有个下水道。成功了！苏西精神一振，意识出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来不及欣喜，就听到有急促脚步声快速接近。收，我选永久变身。你已选择永久变身，变身开始。嘿嘿。紧跟着，一群人快速冲了进来，火球、强电筒将过道照得通明。这个女人为了躲避末世小队的追击，跑进下水道，变身成一只小蚂蚁。紧跟着，一群人快速冲了进来。我去，光线这么亮，不会发现我吧？好在那群人扫视一圈，根本没注意到地上有一只小蚂蚁，便迅速撤离。这关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。接下来的尽快完成变身任务，才好去大展身手。最后，苏西找到一根风干的木屑，估摸着比他现在重一点点。每走一步，代表距离的数字组也跟着变化。5分钟后，照这个速度，1000步就是50分钟，1万步就是500分钟，加油！昨晚到现在没吃什么东西，又忙了2个小时，苏西现在急需填饱肚子。缓了下，苏西开始抱着松软的面包大快朵颐，吃到撑，面包也就少了微不足察的一个小坑。恭喜你完成变身任务2，拖拽比自己重的物件行走1万步。现在只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睡一觉，等待变身时间结束。苏西爬上墙，躲进一处裂缝中，将自己藏好。下一秒进入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这声音越来越近。突然，在经过苏西时停了下来。苏西猛然警醒，来不及思考就往后猛退，一根尖锐的东西刺在他刚刚的位置。异变生物！苏西警惕地看向洞口，是异变的红眼毒蛛。这玩意本就是蚂蚁的天敌，加上变异，根本不是我此刻能对付的。看来只有等到完成变身任务，获得万象之力，才能逆转局势。苏西赶紧查看脑海中的任务进度，还剩最后1分钟，苟住！妈呀，救命啊！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小蚂蚁的能力，以及蚂蚁的升华天赋万象之力。苏西只觉一股暖流在体内涌出，蔓延到4肢百骸，全身上下充满了神奇的力量。哇，这就是万象之力吗？现在就拿着小小毒蛛试试水，结束变身。空间受限，无法进行变身。苏西跟着冲出洞口，结束变身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这才是姐的本体。小样，受死吧！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，一片死寂，整个小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，可见昨晚那些人有多气急败坏。躲到安全的地方，苏西开始盘算接下来的事情。蚂蚁虽然体积小，隐蔽性强，但移动速度太慢了。如果能获得一个速度类天赋叠加一下，就完美了。以速度见长的生物猫，但以现在的生存环境，未异变的猫很难存活。一只异变鼠就能碾压一只未异变的成年猫。除了寻找符合变身的生物，第2个重点就是寻找异宝。前世我魂飘的6个月，倒是见过不少异宝。苏西当即将前世遇到异宝的地点都仔细回忆一遍，牢牢记在心中。最后一件事就是物资了。末世3个月了，想找到野生物资全凭运气。现在已经和叶家决裂，那我拼命寻来的物资肯定要拿回来。思及此，苏西顾不得休息，立马动身前往叶家所在商场。叶家物资都存放在商场1楼大厅，一个由扎老二用土系异能打造的密闭堡垒。4周还有保镖24小时无死角看守。苏西变身成小蚂蚁，悄然爬向商场。进入商场后，苏西抬头就看到门后藏着一个身形精瘦、目光凌厉的大汉，是龙11。他是叶家雇佣的退伍特种兵，身手了得。除此之外，商场内还有4个人，隐藏在各个方位，都是无异能的普通人，根本发现不了变成小蚂蚁的苏西。很快，苏西到达大厅中央的堡垒，这堡垒浑然一体，只在顶部留了一扇天窗，这样站在2楼，透过天窗就能看到堡垒内的情况。苏西顺着墙体向上爬，决定在天窗上开洞。墙体太厚太坚硬，挖起来很费时间。一道微不可察的声音响过，玻璃被砸出一个小坑。4周平静如初，显然没发现这里的异常。苏西从洞口钻进堡垒，悄然变回人形。把物资收进空间，必须要他接触到才行。蚂蚁太小，行动起来太慢。收。正收得起劲，外面突然响起刹车声。
张老大居然提前回来了，以他的习惯，每次回来都会第一时间清点物资入库。思及此，苏西加快速度将整个库房锁而空，撤退。老三，快拿药来！龙二、龙五受伤了。苏西趴在3米高的堡垒上，将下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受伤的龙五整个后背一片焦黑，一看就是被火系异能攻击了。紧接着又抬过来一个人，那人右腿裤管高高卷起，露出青紫发黑的小腿。这是冻伤，应该是冰系异能造成的。这两人基本没救了，除非叶老大能找来治愈系异能者。治愈术相传可活死人、弱白骨，治疗这些伤肯定没问题。大哥，他们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居然还有人敢伤我叶家的人！是一个猎宝小队，对方3个异能者，还全是攻击系的异能。龙二后背被对方的火球砸中，龙五被对方冰系异能冻住了一条腿。要不是大少爷及时反击，二少爷跟着竖起土墙阻挡，给我们争取撤离的时间，我们恐怕都要交代在那。少爷，龙二、龙五他们还能救吗？叶老大不知如何开口，一旁的叶心柔突然眼眶含泪道：“龙二、龙五是出去找姐姐才受的伤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会尽力医治的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保镖看向叶心柔的眼神都带着感激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，你们跟了我，为我办事，只要不背叛叶家，无论何时，我叶家都不会放弃你们。一时间场面温馨不已，只有苏西被天降的大锅砸得直跳脚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明明是出去找物资的，出事了就往我身上扣。他现在拥有万象之力，刺叶心柔2下，保证让他今生难忘。突然一阵妖风起，破开大门，呼啸而过。叶家4渣下意识地将叶心柔护在中间，只有小蚂蚁苏西被狂风卷起，一头撞在墙上。是风起的邪门，11，快把门关上！大家看看有没有受伤，守卫报备。1位正常，2位正常，3位正常，4位正常。看来只是一阵风，大家不必慌。30米外的墙面上，苏西不服，却也明白了，有天道守护，他若想对付女主，受伤的只会是自己。但他既然能重生，能护住自己的医保，就说明剧情不是不可变的。仙狗发育，静待时机。重生归来的炮灰女配看到绿茶女主就想给她一拍，结果半路被一阵妖风推翻，差点交代了小命。这可是室内啊，喂，还有天理了吗？苏西收拾好心态，准备偷偷去把门口的悍马和越野车收了。结果看到叶老大拉着叶心柔神神秘秘的离开。心柔，这是我意外获得的，给你，你找出激活办法进行融合。异宝，我说呢，打得你死我活，果然是跟异宝有关。手术刀为载体，这不会是治愈异能吧？要知道，异宝属性和异宝载体有一定的关联，比如苏西的百变技能载体是一根变身魔法棒，叶老三的植物系异能载体是一个盆栽，叶老二的土系异能载体是一个泥人，叶老大的精神系异能载体是一颗水晶球。叶心柔紧紧握着异宝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大哥，这是你们拼命得来的异宝，给我吸收，真的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？这是我和老大发现的，我们愿意给你，你就拿着。是谁昨天还因为没有异能，觉得自己是拖累哭鼻子的？二哥，你再取笑人家，人家不理你了。苏西悄然后退，向着装满物资的悍马跑去。快让让，龙二、龙五有救了！心柔觉醒了治愈术。在场众人都呆了呆，反应过来，纷纷激动又惊喜地看向叶心柔。真的，小姐真的觉醒治愈术了？这么大的事还能有假？心柔，你先给龙二看看，他伤得重，等伤情稳住，再给龙五看腿。是，大哥。叶心柔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伸手虚按在龙二伤口上，柔和的白光从他手掌发出，笼罩住伤口。龙二，我也是第一次施展异能，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可一定要说，我好调整。龙二受宠若惊，我只觉得背上暖暖的，还有些痒，其他的没有任何不舒服。大小姐，感觉到痒，这么快？你们看，他的伤口真的在愈合，治愈术也太神奇了。有了这个，我们以后受伤都不用怕了。一个团队一旦拥有一个治愈师做后盾，存活率、战斗力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此时，众人心里都有一个想法：抱紧叶家这条大腿。这么快就找到激活方法，真不愧是天道宠儿。苏西趁着众人注意力都被叶心柔吸引的空跑，又立马跑向后面的越野。收完了车，苏西头也不回，转身就跑。车可是大件，很容易被发现，跑得慢了可就跑不掉了。叶心柔立即收手，整个人都有些虚弱。我现在只能做到这种程度，应该能暂时稳定住龙二的伤势。要想痊愈的话，还需要多治疗几次。能保住命就好，有你的治愈术在，总会好的。是啊，心柔，你刚觉醒治愈术，不要太勉强自己。心柔，来喝口水休息一下。谢谢哥哥，我没事。老板，车不见了。这么大一个车怎么会不见了？没听到车响吗？我一直守在这，没听到异响。那么大一个车，不可能凭空消失。障眼法，什么也没有，车真的消失了。物资，我们的物资会不会凭空消失？叶老大神色大变，带着叶老二赶忙跑向堡垒。是谁？是谁干的？嘿嘿，这一趟简直赚翻了。苏西美滋滋往角落爬了爬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开始休息。一夜好眠。清晨，苏西伸了个懒腰，从角落里爬出来。
强哥，叶家人真把那个异宝激活吸收了？有人？什么时候异宝这么好破解了？前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吧？对方确实获得了治愈术，好像是叶家的小女儿，还治好了被我们重伤的2人。这下真要打起来，若是不能一举击败对方，拉扯起来，我们肯定耗不过。但这一仗肯定要打，3天之内痛失2个异宝，老大肚子里憋着火呢，异宝没了没办法。当然咱们可以抢过来了。叶家那小妞我见过，长得不赖。叶家在末世前也是豪门，抢来给老大当女人也不错。3天内痛失2个异宝，这群人不会就是被我抢了异宝，又和叶家对拼的那伙人吧？又有人来了。苏西往窗后躲了躲，透过窗户间的缝隙偷偷看向门口，一个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老大。苏西看清此人长相，瞳孔微缩，此人正是叶心柔的忠犬之一，未来最大猎宝组织夜宴的幕后大 boss 陆燕。谁在那里？这声沉喝将苏西拉回现实。他看到我了？不对，我躲得很隐蔽，那就是我刚刚走神盯着他看，被他察觉到了，好敏锐的洞察力。苏西承受着身边传来的恐怖压力，有些纳闷。这次我护住了自己的异宝，改变了剧情走向，结果隔天叶心柔就重新获得另一件异宝，还提前和陆燕扯上了关系，怎么感觉我的处境比上一世还不妙了？得抓紧时间把那2个物资点收了，今早出发去良城收集异宝。3个小时后，苏西顺着记忆找到这里，大桐树废弃厂区都对上了，是第1个物资点没错了。苏西扔了个石头进去，厂区内依旧一片静寂，像一座死城。厂房里面横七竖八堆满各种化工废桶，应该是存完物资后做的掩护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轻轻松松就能将这些废桶搬开，但这样做势必会闹出动静。谨慎起见，苏西变身小蚂蚁的形态，顺着桶与桶之间的缝隙，很快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。爬到地下，苏西又屏气听了听四周的动静，没有异常。他直接取消变身，取出一把手电打量地下室，其中一面墙下堆满了物资。苏西毫不客气，将其全部收进空间。收完已经是晚上10点多。苏西简单吃了东西，喝了水，再次变身小蚂蚁，顺着墙壁回到地面。他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去第2个物资点。第2天天蒙蒙亮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似乎是直冲这里来的。难不成是那藏物资的老板提前过来提货了？叶老大，就是这，我老板之前买了不少东西，还是我帮着搬的，就藏在厂里的地下室。这些废桶和外面的杂物，我当初做了记号，现在都还没被移动过，物资应该也没事。这些废桶里都装满了水，特意让工人用机器堆进去的，用来封堵入口。轻的40-50斤，重的100-200斤。我这个月每天用半块方便面顶着，都没吃饱过，虚的厉害，是搬不动了。还请叶老大想办法把这里的废桶清理出去，藏物资的地下室入口就在这些废桶下。吴总不必紧张，只要你说的属实，我们自然也不会亏待你。我们先把这里清理出来，拿到物资再说。我力气大，我去把这些桶都挪出来。前世叶家撤离的路线似乎是东南方向，这一世之前的物资被我一扫而空，现在为了这批物资特意绕过来也正常，只可惜晚了一步，物资已经被我全部收入空间了。废桶很快被清理干净，就是这里。不过要是在我老板那里，咱们想进去恐怕只能破门了。我来，走下去看看。苏西趁大家注意力都在地下室，悄无声息地爬出厂房，顺着墙根向大门爬去。没想到刚爬到围墙边，叶老大就带着人冲了出来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又注意到众人都两手空空，叶心柔神色一沉，是吴达在骗我们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物资。吴达闻言吓了一跳，叶小姐，我真没骗你们，这里确实囤了不少物资，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门堵得好好的，里面的物资却不见了。叶老大，你知道我的，就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骗人啊。吴达急得直抹汗，目光求助地看向叶老大身后的保镖龙六。他和龙六是同乡，昨天2人意外相遇，吴达相中叶家的实力，就由龙六牵线，用这个物资点作为加入叶家团队的敲门砖。老板，看地下室的痕迹，那里确实存放过大量物资，只是被人先一步弄走了。那些痕迹还很新，应该是刚搬走不久。二哥，会不会是土系异能打地洞进去的？我查看过里面墙壁和地面，没有土系异能的痕迹。那好端端的，那么多的物资总不会凭空消失不见吧？叶老大猛然想到什么，神色大变，他看向四周，精神异能无声展开。围墙边，苏西正奋力前行，突然听到身后异常，立马转身，一只拇指大的异变蜘蛛吊着一根蛛丝从空中滑下，向他扑来。苏西立马做好防备，那蜘蛛却突然噗的一声爆体而亡。苏西瞳孔微缩，来不及细想，立马飞奔狂跑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明明门口堵得好好的，里面的物资却不见了。叶老大，你知道我的，就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骗人啊。叶明川猛然想到什么，神色大变，他看向四周，精神异能无声展开，而罪魁祸首苏西早已逃之夭夭。在这只血魔背后，跟着乌压压一片血魔。糟了，肯定是我们闹出的动静惊醒了厂里的血魔，他们围过来了。我们快撤！怎么了？老板，外面全是血魔，起码3000只。什么？哪来那么多的血魔？出去行不通了，我们先去地下室躲一躲。
快，老三开路，老二注意防护，龙6、龙7、龙8断后。这边苏西已经到了第2个物资点城西仓库，据说是准备开大超市的老板备货时没租到食品区，就在家具区租了个仓库过渡。苏西一路路过食品区仓库，库门都大开着，显然被洗劫过。往里的家电区也有被翻动的痕迹，但大体还算整洁。随着深入家具区，再没见到被破开的仓库。就是这里了，库门紧闭，里面的物资应该还在。苏西变身蚂蚁从门缝里爬进去，就看到近千平的库房里分门别类堆放着各种物资。这一波赚大发了。忽然，脑海中涌入一股信息流。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小橘猫，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小橘猫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以橘猫之躯存活3天，击杀10只异变鼠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橘猫的能力，同时获得升华天赋神级猎手。未变异的小橘猫在哪？检测到目标生物生命力在快速消散，请在10秒内做出选择。变身，立马变身！好不容易遇到个可变身的生物，可不能就这么错过了。苏西凭空消失，原地出现一只胖乎乎的小橘猫。嘿嘿，人长得俊，真没办法，变成蚂蚁腿长腰细的，变成猫也这么可爱。将整片区域逛完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目前囤的物资已经够苏西躺平几年都用不完。苏西在路边找到一棵梧桐树，爬了上去，从空间里掏出一根牛肉干，边吃边观察着四周。透过月光，有些屋子里隐约能看到僵立着的身影，是血魔；有些屋内却跳动着一些猫狗等影子，是异变的宠物。异变动物杀伤力可比血魔恐怖多了，这也是他宁愿睡树上，也不愿摸黑进屋冒险的原因。时至半夜，平静的夜空突然被一道凄厉的猫叫打破，苏西吓得一个机灵，起身观察。漆黑的屋内有一抹柔和的白光闪耀，异宝。突然，白光消失了。被人收起来了，还是被人吸收了？下秒，苏西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直接一跃翻跳到小院围墙内。这是一个老小区，楼道口黑咕隆咚的，忒吓人了。苏西不敢进去，便直接顺着墙往上爬。屋内一片寂静，异宝的光为什么突然消失呢？又是一声凄厉的猫叫，把苏西魂都吓飞了，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。这畜生还真能跑！猫本身就敏捷，异变后各种属性再次提升，难抓是肯定的。哼，再难抓不还是被追死了？敢偷吃我的东西！不行，我得上去把这野猫拿下来，剥皮抽筋才解气。那你速度快点，拿了猫我们快撤。猫叫得这么大声，再惊动周围的血魔围过来就不好了。马上下来了。我的天，怎么了？那猫没死，咬你了？不是，跟我走。很快，2道模糊的人影出现在墙头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好东西，你跟我来就对了。好东西坏了，白猫死的地方正好是我之前休息的地方。刚刚爬上树的那人肯定是看到异宝了，不行，那是我先发现的，谁也不能抢。苏西噌的跳起，快速爬上2楼窗台。是异变兔子，二龙，咱们杀了这兔子，明天吃红烧兔肉。红眼睛，兔子。苏西心中的恐惧瞬间消散，一顶抛碎窗玻璃，向着屋内的白光就冲了过去。屋内有动静，有人想渔翁得利。二龙，快别理这兔子了，先进去抢异宝。靠，异宝不见了！苏西头也不回，一路狂奔，来到一处高楼办公区，确定安全，苏西从空间里取出异宝。异宝居然是一只红海星。海星是水里的生物，要不先倒点水试试？异宝的激活方式千奇百怪，没准真相就这么简单呢。说干就干，苏西立马从空间里取出一瓶矿泉水，伸出小猫爪在瓶身上刺出几个洞，然后把水倒在异宝海星上。1秒、2秒、1分钟过去了，没收到任何提示。方法不对，还是方式不对？苏西又从空间里取出一瓶水和一个脸盆。海星生活在海底，这下给它放到盆底，应该可以吧？时间1分1秒过去，依旧没有提示音响起。看来是不行了，浪费了2瓶水，真造孽啊！突然，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响起，盆里闪现出炫彩的光芒。激活了！苏西一爪子将海星勾起来，一股充满生机的能量涌入他体内。恭喜你成功激活异宝海星，获得异能超凡自愈。只要不死，你所受的伤便会以100倍速度自愈，断肢亦可再生，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。100倍自愈，断肢再生，这么牛的吗？这相当于间接提高了他的战斗力。两人对拼，我捅你一刀，你丧失战斗力；你捅我一刀，我缓一会就能再战，有种自带奶妈的既视感。开开心心的用完早餐，外面已经天光大亮。苏西心满意足的离开，向着附近的超市跑去。畜生！这谁啊？见面就下死手，不过声音听着有些耳熟。没断奶的野猫崽子还挺凶，看你蹦跶到几时！马脸汉子冷笑一声，向着苏西抬了抬手。原本插在地上的大铁钉突然震动起飞，调整角度后，唰的刺向苏西。精细异能者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撤！想跑？苏西怒了，一爪子将大铁钉拍进地里。
怎么回事？马脸男又对着路边的废车催动异能，车身轰轰震动不已，他的异能没有消失。是这猫有问题，看起来也就2、3个月的小猫仔，居然能硬扛我的异能。我居然从一只猫的脸上看出嫌恶。苏西猛力将铁钉甩出，直击马脸男腹部。想把我扎成刺猬，我先在你身上开个洞。连我都只能将铁钉打入地下3公分，这只小猫仔居然能将其整个钉入地下，这力道得有多大？马脸男惊骇的一时忘了反击，苏西趁机几个蹿跳，猛地扑向马脸男。马脸男仓皇出手格挡。远攻类的异能者被近身后就是这么废物。二龙！一道惊呼如平地惊雷响起，苏西突然想起为什么觉得这人声音耳熟了。原来这就是昨晚那2个人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有抢异宝的过节在，这人就更不能留了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苏西抬起猫爪，用了10成力拍下。畜生，你敢！10几根钢钉悬浮空中，对准苏西如火箭般射来，同时一条水箭也急射而来。苏西大大的眼睛转了转，冲着跳开来。不！你这该死的野猫，你害死了二龙，看我不杀了你，给二龙报仇！很不错的攻击方式，水墙可做防御盾，从水墙中凝聚水箭，也比凭空凝聚水箭快很多，攻击力成倍提升。就是不知道这人能坚持多久。果然没坚持半分钟，矮胖男面前的水幕就消失了。受死吧！矮胖男却猛地后仰躲开攻击，一支早就凝聚好的水箭从他身后飞出，狠狠刺了过来。开了灵智又如何？畜生就是畜生。来不及查看伤势，苏西再次扑向矮胖男，必杀一击失败，矮胖男后继无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苏西带着熊熊怒火呼啸而至。找了个安全的角落躲起来，苏西赶紧查看伤口。断尾处并没有想象中血淋淋的模样，反而已经止了血，开始愈合。这效率，超凡自愈真不是吹的。这天赋还能断肢再生，那断掉的尾巴也能重新长出来吧？从伤口以及周围痕迹来看，这2个人都是异能者，一个金属系，一个应该是水系。现场应该还有第3个异能者，这2人合力攻击却不敌，被反杀。但奇怪的是，第3个异能者却一点痕迹都没留下，大概猜测是力量系。陆燕怎么会在这？谁这么凶狠，居然把人的脑袋都打碎了，也太恶毒了。叶心柔怎么和陆燕在一起？剧情提前了。看陆燕的举动，2人目前应该还没擦出火花，溜了。突然，货架上一个猕猴摆件毫无征兆的滚落。谁？陆燕是老鼠，是异变鼠。天啊，全是异变鼠！不会是遇到异变鼠潮了吧？老大，我们撤吧。走。你敢信这只小橘猫居然是一个人变的？但现在它被一群变异鼠包围了。陆燕是老鼠。走。这特马每次遇到叶心柔都没好事。不对，苏西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变身任务没完成，击杀10只异变鼠。虽说是送上门来了，但这送的着实有1点多啊。正想着，脚下突然响起滋滋声，一只肥硕的老鼠从地下钻出来，疑惑地打量着四周。很明显，这只鼠打错地洞出口了。异变鼠抽了抽鼻子，兴奋地向着牛肉干的方向跑来。苏西咻地窜下来，一猫爪拍在异变鼠头上。变身任务进度+1。苏西叨着肉干蹲在角落，等待第2个倒霉蛋。很快，变身任务进度+2、+3、+4。连拍3只异变鼠，到第4只时，那只异变鼠终于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跑。苏西冲过去，一掌拍扁它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异变鼠死前发出了尖锐的鸣叫示警，下秒，如红色星河般的变异鼠群向这边冲来。我的妈啊，这太吓人了！尼玛，怎么还追？猫抓老鼠天经地义，是不是玩不起？竞技的各种建筑内，不少幸存者亲眼目睹这壮观的一幕，都大为震惊，大感疑惑，以至于在久久的未来，还时常有人提起这一晚的奇景。为什么就没有一个猫出来帮忙分担一下？我快要跑不动了。没别的办法，苏西脚下一转，冲着万象野生动物园狂奔而去。苏西只是在末世前刷到短视频，知道这个动物园有蟒蛇区，但具体在哪个位置，他还真不知道。穿过一片树林，什么也没有；冲过一片草原，也什么也没有。难不成这里的动物都跑了？这里怎么有堵墙？身后那群穷追不舍的异变鼠群突然一个急刹车，吱滋滋的叫个不停，声音惊恐又慌张。这啥情况？要死啊！苏西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反身跳，挤进身后的异变鼠群内。是你有病啊！巨蟒被吵醒，正愤怒地扔下10数米长的野干猛地一扫，就小说是只异变鼠，跟着一个猛冲进仓皇逃窜的鼠群中，再次满天鼠哎呀妈呀，快憋死我了！苏西在地底挖了整整1夜，终于从动物园逃出来了。下秒，苏西一个飞扑，变身任务进度+1，击杀异变鼠，任务完成。昨天一路追击中，他又反杀了几只跑得快的异变鼠，加上之前的任务正好差一个，正纠结呢，就有好心鼠送上门来了。现在只需要等到50，变身任务就能顺利完成了。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小猫咪的能力，获得猫咪升华天赋，神级猎手。
终于完成了，试一下效果。不但速度变快，连反应都快了许多。至此，蚂蚁最明显的短板算是补上了。从重生后发生的种种来看，所有事件都在提前，异变生物潮很可能不到7天就会爆发，必须及时避退到山上，才能安全躲过这场浩劫。保险起见，苏西决定3天内到达玉石山。前方一辆汽车冲天而起，砸落下来时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。这威力很像异变植物果实爆炸果，前世就有不少人利用这果实杀人越货，但凡被爆炸果炸到的人，就算是异能者，能不缺斤少两活下来的都很少。这还等什么？快退！突然，苏西心头狂跳，来不及多想，他猛地推开车门，跳车狂奔。阿强，你干什么？知道爆炸果多难采摘吗？你就这样白白浪费一个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不熟悉，想练练手吗？等开战后好扔得准一些。你小子悠着点，爆炸果数量少且易爆，你可千万别大意害了大家。我知道了，二叔。回来刺探敌情的苏西将这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几人一副谈论今天天气如何般的轻松样，似乎用爆炸果炸死人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，看来平时没少这么干。马路对面，4个男生将一名娇小的妹子护在身后，妹子被挡了大半个身影，只能看到其紧紧抱着怀里的背包。这架势，背包里不会有异宝吧？识相的，把异宝和那女生留下，其他人给我滚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送你们几个果子吃。这果子的威力你们刚刚也看到了，一颗就能连人带车炸上天，你们几个的骨头能有那车硬？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就炸了你们再捡异宝，反正异宝又炸不坏。我们拼了，魏哥，你是土系异能，到时你多拉几个陪葬，我们死了也不怨。就是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异宝，凭什么便宜这些人？这些人没一个好的，就算给了异宝，也不一定会放过咱。他们还想要阿宁，这世道他们要阿宁一个女子干什么不用想也知道，还不如拼了，杀一个不亏，杀2个就是赚的。末世本就艰难，这2天我还发现不少异常现象，恐怕不久的将来要爆发一次异变生物潮，到时候大环境只会更糟糕。我们绝不退让，赢了咱们就是2个异能者，输了不会早投胎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活着才是最大的资本。阿瑞、明杰、乐哥、小来，异宝虽然难得，但没了还能再找。但小命要是没了，那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给你们1分钟思考时间，不给我就炸飞你们。那个叫阿宁的女生从人群后走了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去和他们谈，将异宝给他们，让他们放过我们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就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我们一路走来，经历那么多，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没道理为我一个人丧命。居然是她，一个比叶家还豪门的百年书香世家，宋家现任家主的小女儿宋婉宁。苏西想了想，从空间里取出一把特制弹弓，对准张强的脑袋，只要他敢妄动，就赏他一缸球吃。我可以把异宝给你，但你必须放我的同伴离开，不能为难我的伙伴。宋大小姐，以你目前的处境，你没有讲条件的资本，乖乖听话，拿着异宝过来，红本少爷开心了，说不定就放他们离开了。这果子的威力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不用我再演示了吧？宋婉宁，你再不过来，我可就砸了。这是个好时候啊！突然，苏西注意到宋婉宁身后的一名男子脸色变幻，目光闪动。有情况！1分钟时间到。那男子猛地扯过宋婉宁，抢了他的背包，然后整个人猛地下沉，没入地面。贱人，敢耍花招，都去死吧！爆炸果落地，轰然炸开，将所有人掀翻。害人终害己，活该！这个大聪明想利用爆炸果杀人越货，结果一个脱手将自己人炸了个精光。害人终害己，活该！马路对面，宋婉宁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以为必死了，却发生了这样的变故。其他人也被这出奇的一幕惊呆了。张强那个废物，居然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把自己人全炸。我好像看到张强的手腕突然喷血，应该是受到攻击才脱手的。你是说暗处还有人？是谁？几人齐刷刷地看向马路对面，一个身形高挑的美少女大步向这边走来。宋婉宁诧异地眨了眨眼，从地上爬起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刚刚是你打伤张强，救了我们吗？是我，不过也是私心。诺，他刚差点杀了我，我总得有所回报才行。哇塞，那辆车里的人是你啊！你刚刚跳车狂奔的一幕实在太帅了。之前张强为了装逼，用爆炸果炸翻了一辆车不算，还想偷袭第2辆，没想到人家不但啥事没有，还反身摸了回来，让张强自食恶果。大神，你还缺挂件吗？我什么品种的挂件都可以。我帮你把异宝找回来。众人想到异宝，脸上的嬉笑瞬间消失。还能找回来吗？李瑞是土系异能者，这会怕是都跑远了吧？宋婉宁也看向苏西，有机会的话，异宝还是要找回来的，就算自己不用，送给苏西报答救命之恩也行。李瑞的异能能打动，但速度不快，应该还在这附近，难的是确定他在哪个方向。这个不难，你们都站在原地别动，我来找。苏西趴在地上凝神听起来，获得神级猎手天赋后，他的五感也远超常人，其他人听不到的动静，他能。找到了。苏西起身来到异响处，弹弓对准地面。地下1米多处，李瑞正在用异能挖地道，眼前突然一道黑影闪过。这什么东西？上面打起来了。不管外面情况如何，他现在手上有异宝，还是快点离开为好。又是一道黑影从他眼前闪过，钻心的刺痛从小腿处传来。李瑞站在原地不敢再动。出来！不
不然死。阿宁，李锐真的会在那里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嘘，都别说话，别打扰到，小心。苏西脚下突然长出一片尖锐的地刺，要不是有神级猎手天赋，他非被刺出几个窟窿不可。很好，看来这人不愿出来了，还想殊死顽抗一下。苏西再不留情，对准地面一通猛射。地下黑影如暴雨般落下，砸在李锐身周、肩膀、背部、腿上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必死。没办法，李锐只能催动异能回到地面。这血人是李锐。苏西毫不客气地上前夺过背包，丢给宋婉宁，看看异宝还在不在。宋婉宁打开查看，异宝在。这个人你想怎么处理？杀了吧！事情闹到现在，已经无法善良，不趁他必要他命，后面等李锐恢复过来，必会找来。行，苏西应道。姐姐。同时，一枚火球砸向苏西，一道冰墙也凭空出现，挡在李锐身前。姐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下这么狠的手？这人抢我们异宝，杀他不过分吧？没想到叶心柔当场红了眼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早知道姐姐那么看重那个异宝，我说什么都不会要的。陆燕大步走来，一把将叶心柔圈在怀里。他抢你异宝，限你1个月之内再找一个异宝补偿心柔，否则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这是我家的事，轮不到你插手。我就插手了，你能怎么办？就凭你那几个废物哥哥，能护得住你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哼，好家伙，真辣眼睛！苏西转身正要离开，却被2个异能者拦住了去路。叶心柔催动治愈术给李锐治疗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你被我姐迁怒，伤得这么重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他抢了你的异宝。对，是一个发光的水晶球。是电视剧中用来算命的水晶球吗？不是，是里面有风景的那种。哦，里面是什么风景？好看吗？是雪景，里面有一座城堡，一辆马车，2个小人，感觉好好看啊！能让我看看吗？在他那个染血的背包里。叶心柔看看背包，又看看李锐，蹭地站起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抢别人的异宝，还把人伤成这样？瞧瞧，这是有脑干的人会说出的话。就这样又馋又蠢又坏的人，是怎么做女主的？叶心柔，别耍你那蠢笨的脑子了，你心里其实很想要这个异宝吧？以她前世魂飘的经验来看，叶心柔身为女主，很多事都不用她亲自做，只要表现出一点兴趣，就会有舔狗帮她实现。我没有，我就是好奇，想看一眼。行吧，以现在的情况，叶心柔铁了心要抢这异宝，她也拦不住啊。人家可是女主，她一炮挥去拦，不是送人头吗？苏西深呼口气，抬头却对上陆燕阴霾中带着审视的目光。下秒，叶心柔就冲过来，有意无意挡住了陆燕的视线。姐姐，你跟我回家吧，妈和哥哥们不会计较你之前说的那些混话的。我不会和你们走。你想死？苏西举起手中的弹弓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射3发。我不想死，但你非要拉我死，我不介意拉几个垫背的。他们是你的朋友吧？你乖乖跟我走，我就放过他们。不然，一道冰刺出现，乐哥连反应都没有，便瞪着双眼倒地而亡。威胁我？我和他们本就不算认识，只不过有人犯蠢，临时聚到一起罢了。你想杀就杀。不，他和阿宁是认识的，之前见面他们还打招呼说好久不见。见宋婉宁转头看他，那人羞愧的低下头，下秒又抬起头。阿宁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交友不慎，连累我们，我还不想死。啧，宋大小姐，你的眼神可真不怎么样，交了4个朋友，短短时间就遭受2次背刺。不过你放心去吧，我虽然救不了你，但把你身死的消息传回宋家，让他们来帮你收尸，还是做得到的。当然，我也会说明是谁杀的你，相信宋家也有这个实力帮你报仇。宋家？哪个宋家？哼，京都什么时候有2个宋家了？叶心柔脸色大变。陆燕，姐姐不愿跟我走就算了，别伤及他人。说到底只是我的家事，我以后会找机会好好劝劝姐姐的。陆燕见叶心柔这反应，明白这个宋家不简单，挥了挥手让手下退开。宋小姐，都是我和姐姐不好，差点连累了你。受伤了，我给你看看。叶心柔赶忙用治愈术帮宋婉宁治疗一番，明显有结交之意。但宋婉宁一直都不冷不淡的保持着礼貌的疏离。叶心柔碰了个软钉子，看到一旁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李锐。宋小姐，这个人可以给我们吗？我和他不熟。陆燕，这人也是个异能者，要不要收下？陆燕要是不要的话，他就自己收了。李锐是个异能者，命是他救下的，身上的伤也是他救治的。叶心柔觉得李锐肯定会对他感恩戴德，出生入死。既然你开口了，这个废物我就收下了。啊，好，他伤得挺重的，回去我先给疗伤吧。叶心柔让人过来搀扶李锐上车，又看向苏西。姐姐，你也把人打成这样，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你人都拉上车了，还说什么？车子启动，绝尘而去。这个女孩原本是豪门大小姐，末世来临，她没能及时回归家族，逃难路上又屡遭同伴背刺，多亏苏西及时救助，才保全一命。看着叶心柔等人离去，苏西给宋婉宁打了个眼色，翻墙进了路旁的小区。宁姐，你做出那样的事，怎么还有脸跟上来？你不会以为我们还能和平共处吧？我劝你，这天还没黑呢，少做梦。将来这没你的事，你给我闭嘴！
阿宁，对不起，当时我真的吓懵了。你打我骂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只求别赶我走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让你做什么都可以。阿宁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他能害你一次，就会害你第二次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。有你什么事啊？给我滚一边去！阿宁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我都听你的，绝对不眨一下眼。很好。你死了，我就消气了，一次背叛，终身不信。苏西站在2楼的窗户后面，将这一幕看得一清二楚。这里，宋婉宁暗松口气，快步上楼。阿宁，等等我。宋婉宁直接拉开背包，将里面的医保递给苏西。这个给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苏西没有收。当年你帮我，如今我帮你，算是扯平了。当年就算我不帮你，你也死不了，但今日你不帮我，我必死无疑。既然医保你不愿收，那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行吧，你想欠就欠吧，我赶时间帮你激活了医保，我就走。你尝试过哪些办法？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宋婉宁也不矫情，滴血、算命、泡水、许愿，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一遍了，都没有用。这么难？你们启动过吗？启动过，没用。启动后是不是会放音乐？你们等音乐放完了吗？放完了，也没用。再试试。一曲罢，小男孩向小女孩单膝下跪，举着一枚戒指看向小女孩，画面静止。不应该啊，这音乐都放了，也下跪了，不应该趁机求婚吗？嫁给我吧。好。小男孩突然兴奋地起身，一把抱住小女孩。与此同时，水晶球也爆发出璀璨的光芒。激活成功了，愣着干嘛？快吸收啊！炫彩的光芒顺着宋婉宁的手蔓延而上，没入她的体内。是冰霜系异能，不错。有了这个异能，你就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。不过尽量不要暴露异能。我得到消息，已经有人找到提取异能进行2次吸收的办法。一旦这个消息传开，异能者的处境恐怕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你最好小心点。宋婉宁脸色大变，默默点头。你最好尽快和你爸会合，有家族当后盾，你会安全不少。没想到宋婉宁瞬间脸色惨白，眼底也翻涌着痛苦。我回不去了。末世爆发时，我二叔偷袭了我爸，我妈拼着最后一口气给我报了信，在我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回去，无疑是自投罗网。这结果是苏西没想到的。张强是不是知道这事？他们想用我攀上宋家这条大船，让我捋。前世宋婉宁在李锐的背叛下，8成是被张强冲动之下炸死了。这一世却活着。天道想修复剧情，势必会想办法抹杀宋婉宁。如果让宋婉宁一直活下去呢？让变故无法被修复，是不是就能撬动剧情，从而改变炮灰的命运呢？无论如何，都值得一试。而且从刚刚宋婉宁干脆利落击杀明杰就可以看出，宋婉宁是个有成算有手腕的人，值得合作。我和你说一件事，你说叶心柔就刚刚那女的是个天生的扫把星，谁沾染谁倒霉，你要离她远点。哪里？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事实会证明我说的话，万事记得小心一点。宋婉宁现在是天道要抹杀的人，不倒霉才怪。等倒霉的多了，到时就会相信他了。叶心柔还想拉拢宋婉宁，他先从宋婉宁这头将路掐断，也算是一石二鸟了。这几天可能要爆发异变生物潮，你没事的话赶紧离开城区吧。出城向东百里有一座废弃的玉石山，你可以去那里。你会去吗？会。不过苏西并不打算现在就和宋婉宁组队，一旦同行，百变异能肯定瞒不住，两人只能分开走，他在暗中保护。走了半个小时，天彻底黑下来了。宋婉宁带着将来摸进一栋小楼，变成小猫咪的苏西一路尾随。他琢磨着给两人弄辆车，不然就这么腿着也太耽误功夫了。突然，对面小楼竟亮起了光，有人！黑夜点灯，叶家有4个异能者都不敢这么做。对面何方神圣，居然如此嚣张！黑暗中，一只不起眼的小蚂蚁趴在外墙上，听着屋内的动静。李锐，你真要把这个医保给我吗？叶小姐，这是老板给您的。可这医保是你发现的呀，你发现的就是你的。叶小姐，医保虽是我发现的，但我没能护住它，是老板又抢了回来，所以这医保是老板的。老板现在将它给了您，那就是您的了。你不收，那我就把李锐杀了，这样医保就成了无主之物了。你敢？你要不要试试？我收下了，你不要为难李锐。苏西听得一阵无语，不经意看向围墙，突然发现一道黑影翻墙而入，跟着是第2道、第3道，3人悄无声息地摸到楼下，脚下的地面突然拔高，举着3人悄悄向10楼靠近。居然是叶老大、叶老2和叶老3，怎么办？跑还是不跑？万一叶老大正有异能感受4周，我这一跑不是露馅了？谁家蚂蚁能跑这么快啊？谁？既然被发现了，叶家3兄弟也干脆利落的出手。心柔，快过来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终于来救我了！别走，放开我妹！陆燕想催动异能，大脑又是一阵剧痛。叶心柔趁机冲向窗口。老大，给我追！
有土系异能者直接在窗外架起台阶，陆燕强忍着头疼，顺着台阶追了下去。深夜，这个女人在偷窥一出好戏。别走，放开我妹！陆燕想催动异能，大脑又是一阵剧痛。叶心柔趁机冲向窗口。老大，给我追！有土系异能者直接在窗外架起台阶，陆燕强忍着头疼，顺着台阶追了下去。简直比电影还精彩了！李锐看着众人急匆匆的背影，脚下已转进了隔壁的房间。这里堆着满屋的物资，楼下车库还停着4、5辆车。李锐纠结是趁机卷了物资跑路，还是守着等陆燕他们回来。谁？将房内的物资清收干净，苏西来到客厅，一眼竟看到了一团柔和的白光。异宝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应当是混乱中被叶心柔遗落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新收的那个人死了，被一击爆头，屋内的物资也被搜刮一空。死了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那家伙可是个异能者，再废也不至于被一击爆头吧？没错，那人就是这么废。老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咱们可得守好这里，不能再出岔子了。老大自从遇到那个叶小姐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像今晚这种无脑追击、被人偷家的事，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你不想活了，敢背后议论老大？强哥，我不是有意的，行了，下不为例。苏西悄然回到之前的小楼。阿宁，咱们要不要去浑水摸把鱼？你自己什么实力，心里没数吗？想死就自己去，别拉着我。苏西心情舒畅地听完墙角，从空间取出刚收获的一宝，一本书。苏西翻查了一番，没有眉目。算了，先睡觉吧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再想。一宝的激活方式千奇百怪，各不相同，有时候靠的不是脑子，而是缘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西被一道急促的刹车声吵醒。有人来了，还是路过？陆燕阴沉着脸从车内下来，大步进了楼。很快，陆燕又黑着脸出来，抬手催动异能，将整栋楼冻住。整栋楼瞬间化为一地冰渣。这么强？哎，周礼怎么也来了？这货前世最喜欢用精神异能攻击折磨别人。溜了。人呢？已经离开了。算了，先跑吧。苏西变身小蚂蚁，转身就跑。路过一个房间，看到宋婉宁和将来正猫在窗户边窥探外面的情况。看来两人也听到了动静，但不知发生了什么，没敢轻举妄动。苏西结束变身，从空间取出纸笔，快速写下一句话，丢进房间。四下一片静寂，陆燕身边还有周礼这个精神异能者，谨慎起见，还是不要出声为好。屋内，宋婉宁两人被突如其来的纸条吓了一跳，静等片刻，再没动静，才伸手捡起纸条。几个字写得异常潦草，透着急切。宋婉宁立马起身招呼将来准备走，窗外却突然响起烈烈风声，是风系异能者。将来不明所以，但看宋婉宁神色沉重，以及外面的飞人，也知道事情大条。苏西这边已经跑出小区，抬头也看到了空中飞人。宋婉宁两人要玩，他们只要离开楼房就会被这人看到，难不成宋婉宁的死结要阴在这里？想想还是不甘，又摸了回去。有人开车往北跑去了，开的是咱们丢的那辆越野车。陆燕收回正要踏入第2栋楼的脚步，沉着脸原路返回。不行，一定要拉开距离，不然等距离拉近，对方用精神异能攻击，我再无逃脱的可能。该死，就差一点。提速！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突然，车子遭受重击，如箭般向前飞射而去。苏西立马变成小猫咪，躲避车身变形的危机。妈呀，这是捅了蛇窝吗？我快憋死了！好像听到蛙叫了。因为缺氧，周围一切都在变得混沌。苏西还以为是幻听。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喷火蛙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喷火蛙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以喷火蛙之身存活72小时，蛙跳1万次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喷火蛙的能力，同时获得改造版的喷火蛙天赋。火系异能，请进行选择。变，我选永久变身。有种呼吸通畅、重获新生的感觉。突然，前方一条黑蛇猛地从水草中窜出，蛇口中正咬着一只绿纹蛙。那黑蛇吞下蛙后，又盯上了苏西，飞扑而来。苏西下意识一把扑过去。哎呀妈呀，太恶心了！苏西奋力往上浮，眼看就要冲出水面，突然发觉水流不对，回头看去，身后密密麻麻全是蛇。这是杀了一条蛇，就引起公愤了。跑，快跑！没想到刚窜出水面，就发现了意外之喜。陆燕带着他的团队正往这边走来。嘿嘿。我们是被一只蛙鄙视了吗？陆燕黑着脸，抬手一发冰剑甩了过来。上钩了！正好一条小蛇从水里窜出，向他咬来。冰箭射在蛇头上，将整个蛇身冻住。苏西趁机猛窜出去。哼，想跑，给我追！
水面突然竖起了一条水挺粗的白蛇，但是立在水面上的蛇身就有10米高，金色的树瞳充满了愤怒和杀意。老大，这条蛇不……陆燕终于明白过来，他们被一只异变蛙给耍了，当了替罪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然而没过一会儿，竟看到陆燕等人一脸仓皇地退了回来，目光中更是充满惊骇。异能者们不断地立起土墙、冰墙进行防御。难不成入口处有大恐怖？这个女人上一秒正表演极速飞车，下一秒就掉进水里，变身成一只喷火蛙。有种呼吸通畅、重获新生的感觉。陆燕这边面对满池塘的蛇群无奈撤退，然而没过一会儿又一脸仓皇地退了回来。难不成入口处有大恐怖？苏西站在树上远眺，那是一条尾巴，准确来说是一条蛇尾，再准确一点是一条蛇尾巴尖尖，横扫而过，山石树木皆沉浮。苏西想起之前突然被抽飞的越野车，说不定也是这具蛇干的。这才多久啊？异变动物就这么恐怖了？巨蛇尾巴所过之处，陆燕等人立起的防御尽数崩塌，而他们的异能落在巨尾上，似乎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。快吃了他们！身为1号男配，女主的终极舔狗，陆燕死了也会影响到叶心柔的气运吧？30米、20米，陆燕等人被巨蛇逼得连连后退，马上就要退无可退，进入池塘了。天空突然一道闷雷响起，乌云如千军万马般翻滚而来，一道碗体粗的雷电从天而降，射在黑蛇身上，阻止了他下一步动作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他不相信这是巧合，8成又是天道为了阻止大黑蛇击杀陆燕这个1号男配出手了。呵呵，是我错了，格局小了，总围着那几个废物转，有什么意思？与天斗，才其乐无穷。我已然觉醒，看是你将我钉死在人设柱上，还是我破了你这天。整理好心情，苏西找了个安全的树洞，开始研究医宝书。异宝的激活方式一般都和载体属性有关，这异宝是故事会，难不成是让看？苏西捧着书从扉页开始，一字不落的往后看，书不厚，也就10几页，不到1个小时就看完了。这是激活了！苏西立马将爪子按在书上，光芒瞬间没入他的体内。恭喜你成功激活并吸收异宝故事会中蕴含的能量，获得异能过目不忘。拥有此异能，世间万物过你眼后，你都不会忘，可随时倒带回放查看。听起来好像很不错，试一下。苏西兴奋地从洞里跳出来，打量四周景色，然后闭上眼仔细回想。记忆不再是一个主体清晰、背景模糊的画面，而是所有画面都呈现出来。尤其当他对其中一个地方感兴趣时，那个区域内的景物会主动放大，更加清晰。这个异能说不定会有奇效。战斗了一天，属实是累了。苏西返回洞内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苏西从树上跳下，前面是一片嫩黄的草地，像一块松软的毛毯。苏西已经想好要在里面打几个滚了，突然眼尖的看到一根白骨。我去，昨天这片草地里面根本没有白骨，啥情况？就在这时，一只麻雀突然落在那片草地上，惊恐的一幕发生了。麻雀察觉到危机，展翅要飞，却被猛地拖进杂草丛中。很快便有淡淡的血腥味传来，是吃人草。据前世所闻，误入吃人草丛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。也幸亏他警惕，不然现在他也成为那白骨中的一员了。等出了密林，苏西才松口气，沿着路朝玉石山方向跳去。路边，陆燕不经意扫见一个蹦跳的身影，顿时站起，眼中迸射出骇人的杀意。老大，怎么了？好像看到了一只癞蛤蟆，难不成是昨天那只诡异的癞蛤蟆？陆燕再次看向对面，要是有东西在跳，他现在肯定能看到，只能说明他夜有所梦，导致眼花了。没错，他昨夜在梦里杀了一晚上癞蛤蟆，他现在平等的恨这世上的每一只蛤蟆。第3天上午，苏西正奋力的跳着。恭喜你完成永久变身任务，获得变身喷火蛙的能力，获得改造版的喷火蛙天赋，火系异能。你已经成功完成3次变身任务，百变技能探测范围扩大至方圆10米。终于完成了，没想到技能的探测范围也会扩大，以后变身次数再次达到一定量后，应该还能扩大。到那时或许就不用再愁没有符合条件的生物，而是该愁变什么了吧。傍晚时分，终于看到了光秃秃的玉石山身影。苏西没急着上山，这2天他在路上遇到了10几拨人，都是冲这个方向来的。他决定先在山下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想办法探探情况。没想到远处的路口突然改进来几辆车，这几辆车他见过，是叶家和陆燕的车队。车队也没有急着上山，而是缓缓向他藏身的林子驶来。迷妹哦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苏西保持着安全距离，变身成小蚂蚁，趴在树上偷窥。不是，宋婉宁怎么在这儿？江兰那小子呢？看来周礼的到来提供了不少消息，比如宋家家主换人。苏西盘算着怎么救人。周礼和叶老大凑在一起，2个精神异能者，他还真不一定扛得住。黑暗中出现一对绿油油的眼睛，苏西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去。那头异变狼谨慎地绕着林子观察外面的情况，然后扭头跑了。不到10分钟，身后的黑幕中镶嵌了一片绿眼睛，大致数了一下，足有20多只。狼群，林子里有狼！苏西悄然变回人形，拿出弹弓对准一只狼的脑袋。
狼群中响起一道凶狠的吼叫，众狼如箭般窜出，冲向叶家众人。慌乱中，众人都忘了地上的宋婉宁。宋婉宁如炮弹般从地上弹起，一边催动异能攻击迎面扑来的狼群，一边向着林子深处逃去。这丫头之前的虚弱是装的。确定拉开足够的距离，宋婉宁慢下脚步。宋婉宁立马警惕起来，催动异能准备反击。是我。看到是苏西，宋婉宁才放松下来。将来死了，他想掩护我跑，被陆燕一根冰刺穿胸而过，我打不过他们，也没跑掉。我和将来遇到对方3次，他们简直阴魂不散。前面2次有惊无险的躲过了，最后一次我们明明观察好，确定周围没人的，但我们刚冲进草地，后面就响起了车辆的轰鸣声。那草只有脚脖子深，我们避无可避。你最好离我远点，我最近挺倒霉的。我之前和你说过，叶心柔就是个金牌扫把星，沾上她没好处，现在信了吧？他也就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宋婉宁却认真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好像就是遇到他之后，我就没顺过。你要小心那个叶心柔，我感觉他对你心思不正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去梁城变强报仇，将来是为他而死的，这仇他得报。那就努力活下来吧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不要轻言放弃。我明白。两人聊了会，宋婉宁实在精力顶不住了，靠在树上睡了过去。苏西刚准备睡觉，探测到未异变的生物，一只银喉长尾山雀，可进行变身。是否选择变身？选择临时变身，你将变身为银喉长尾山雀3个小时；选择永久变身，需完成以下2个任务：以银喉长尾山雀之身存活24小时。萌番3个人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银喉长尾山雀的能力，同时获得飞行能力。风之翼，请进行选择。在末世，又老又瘦的男子称为饶把火，意思是肉太老要加些柴火多炖一会；年轻的女子称为不现羊，是说肉质鲜美，胜过羊肉。而这些要被食用的人统称为羊角羊。那几个已经没了当人的底线，还都有异能，你却要带着他们一路前往梁城，我不同意。路上一旦有所疏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还有用，现在不能杀。哼，你还想招揽不成？别最后招了几条毒蛇，反咬一口要你命。陆燕，以目前的情况，确实不宜带人上路。这几人我确实有用，一路上还是要麻烦你不断对他们进行精神攻击，只要留着一口气就行，或者把他们攻击成傻子也可以。陆燕心里有些烦闷，要不是周礼死在了昨晚那场战斗中，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用理会叶家几人。哥，就带着吧。其实陆燕带这几个人是为了我，不过具体情况现在还不能说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和你们说的。几人以为叶心柔打算私底下和他们说，虽然疑惑和不赞同，但到底没再咬着不松口。我可以帮你将他们变成傻子，但丑话说在前，路上一旦出现意外，这些人我们是不会管的。你要同意，咱们就可以组队同行；不同意，我们现在就把物资分了，咱们分道扬镳。陆燕脸色难看至极，从来没人敢这么下他面子，但看了看一脸祈求的叶心柔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完成任务，你将获得永久变身银喉长尾山雀的能力，同时获得飞行能力。风之翼，请进行选择。苏西这边不敢耽搁，立马选择永久变身任务。撞了几次树后，终于掌握了飞行诀窍。苏西扇动着翅膀在林间来回穿行。第二天一早，苏西来到昨晚休息的地方，就看到宋婉宁正在四处找他。好可爱的小鸟，是异变的吗？渴了没？来，我这有喝的。说着，宋婉宁掏出一瓶水，试探着递向小鸟。真好喝，没喝过吧？这可是我在抖音商场秒杀频道上买的娃哈哈呢，酸甜又好喝，宅家追剧时也很合适。而且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，好吃又解馋，还不到9块9，省钱又划算。现在点商场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，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链接在就有机会抢，限时限量，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。萌番3个人完成1。嘿嘿，下一个目标选谁？要不找叶心柔试试？苏西飞到山洞外的一块大石头上等着，没过多久，几个女人一脸麻木地走出来，叶心柔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跟在身后。心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如今末世，以后这样的惨况只多不少，你别难受了。4个渣哥也围在一旁安慰。我好像听到鸟叫了，在那块大石头上，一只小肥鸠，好可爱呀！末世后都很少看到鸟了，这里一座光秃秃的山怎么会有鸟？肯定是异变的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叶老四拍开陆燕的手，你要是喜欢，让大哥帮你打下来，用异能帮你驯化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心柔平时最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小东西，可惜末世后就再也没遇见过了，还以为死绝了呢。能被心柔养着逗趣，不用出去流浪，也是他的造化。去你妈的造化！任务2进度完成2人。苏西目的达到，扑腾着翅膀转身就跑。叶心柔焦急地呼唤着，拔腿就追。一宝，我看到一宝了。啥？一宝？特奶奶的，这石头我刚刚等的无聊时转了好几圈，毛都没有一根，我这刚走一宝就出来了，完呢？他有预感，这一宝是天道那孙子特意给叶心柔的，肯定不简单。苏西如箭般冲向一宝，这鸟果然有问题。
苏西轻巧地躲过地刺、冰剑、藤蔓，势不可挡地冲向一宝，10米、5米、3米。我去你大爷的！卑鄙无耻的天道！咦，这一宝居然是一张使用说明书。话落，一宝上突然冒出炫彩的光芒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容易被激活的异宝，这拿到还不到1秒钟吧？心柔，快说说这一宝有什么作用？这一宝的能力和说明书差不多，它能让我看到每个人的异能信息，还说明了异能的具体作用。啥意思？叶心柔压下心底的激动。比如说4哥，我看着你，我就能获得你的基本信息。叶明成，24岁，1米81，力量系异能者。潘大哥就是叶明川，30岁，1米83，精神系异能者。二哥叶明洲，28岁，1米82，土系异能者。三哥叶明泽，26岁，1米84，植物系异能。陆燕，27岁，1米86，冰霜系异能。我只要盯着一个人看3秒，那个人的信息就会跳出来。那没有异能的人呢？比如龙大他们。有点远，我靠近一点看看。待叶心柔走到距离龙大等人3米左右时，停了下来。龙大27岁，1米8，非异能者。所以能看到别人所拥有的异能，有效距离是3米。预感成真了，这异能还真是针对我的。只要我敢出现在叶心柔面前，多少底牌都会被扒光。近期还是避着叶心柔走吧。折腾了半天也饿了，苏西从空间取出一根火腿肠，刚吃了几口，身周便响起翅膀扑通的声音，是4只小肥鸠。很好吃，很哇塞。虽然听不懂他在叫什么，但从这小肥鸠吃一口后就拼命往他身边凑，抢吃的行动上来看，苏西猜测这小肥鸠肯定是这么说的。另外3只就在不远处看着，没有要过来的意思。苏西猜测最小的这只应该就是被检测到的没有异变的那只小肥鸠，其他的3只应该是这只小肥鸠的家人，不过全是异变的。吃完后，苏西蹲在树枝上休息，最小的那只也挤着他蹲下。这么厚的羽毛挤一起真的不热吗？苏西往边上挪了挪，那只小肥鸠歪头看了看他，紧跟着也挪2步，再次挨着他贴住。行吧，看在你比较萌的份上，热点就热点吧。